一晃眼，都4年了。想想4年前，我还是个卡在炼气1层，随时要被扫地出门的废物，五行伪灵根，没背景，每天为了那点星蛇草的定额，累得像条狗。直到在断魂林，我大着胆子摸了那2具尸体，拿到了它。西月华变废为宝，靠着这秘密，我小心翼翼地勾着，去黑市换废丹。在迷雾谷里反杀了那俩劫修，赚到了第1桶金。就靠着那些灵石法器，还有源源不断的极品聚气散，我硬生生在这破茅屋里冲到了炼气5层。炼气5层，在那些大宗门天骄眼里屁都不算，但在外门这3000种地的里头，绝对能横着走了。但我心里门儿清，这灵药园待不下去了，葫芦断粮了。到了炼气中期，聚气散吃下去连个水花打不起来，我得弄更高阶的废丹，比如运灵丹的废丹。山下那低级黑市根本淘不着我要的东西，再留在这儿，修为卡死不说，一个底层灵农常年不冷，早晚得惹来执法堂的搜魂，必须得走。刚好赶上宗门5年1次的外物轮换，3000里外的飞云城散修扎堆，买卖多，肯定不缺废丹。宗门的青木阁正缺个伙计，要求炼气4层以上。我把修为压到刚突破4层的样子，塞了3块灵石，这事儿就算成了。明儿一早就动身。暗格填平了，泥罐子也捏碎埋了，全部身家性命都收妥帖了。王师兄，忙着呢。听管事说，你小子运气好，突破了炼气4层，被派到飞云城去享福了。哪里是享福，就是去坊市里给人端茶倒水罢了。外面散修多，说不定哪天就身首异处了，还不如留在宗门里种地安稳。算你小子有自知之明，飞云城那地方吃人不吐骨头，你这种闷扑头去了，可得机灵点，别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半亩星蛇草以后就归我种了，你赶紧走吧，别耽误我干活。那就多谢王师兄以前的照顾了。胖子啊胖子，这一走，咱俩就真是先反两格了。你图你那2块灵石的安稳，我要走的是那条随时会粉身碎骨，却能长生久世的通天大道。半个月了，总算到了。乖乖，我在青木宗待了7年，也算见过点世面，可跟这飞云城一比，真他娘的壮观啊！天上飞的全是大佬和家族少爷，咱们这种炼气期的蝼蚁，只能乖乖排队走大门。入城费1块下品灵石，逐出证期限1个月。过期不续办者，巡城卫直接当场格杀！滚！1块下品灵石，在宗门能顶半个月苦力，在这就换1个月转注证，这哪是修仙，这是吃灵石啊！真是个销金窟，真繁华呀！法器、丹药、符箓什么都有，只要灵石管够，延寿的灵果怕是都能买着。低调，无紧带子。青木阁应该在外城东区。跟主街那些大商铺比，咱宗门这青木阁可真够寒酸的。干什么的？今天不收星蛇草了，明天请早。这位师伯，我是宗门新派来打杂的文武，特来向刘掌柜报道。炼气8层，气血虽亏，但这实力绝不能惹。我就是刘掌柜，既然是宗门派来的，规矩你应该懂。包吃住，每个月3块下品灵石底薪，活儿就是给灵草分类、炮制入库，手脚麻利点，弄坏了药性扣钱。是刘掌柜，弟子一定尽心尽力。阿牛，带他去后院认认床，教他处理紫叶苏。炼气3层，倒是挺机灵。文兄弟，睡最里边吧。条件差了点，但在飞云城能白住就不错了。刘掌柜脾气差，你勤快点。
不过这活过手的草药多，偶尔能碰上别人看走眼的好货。天赐的伪装啊！每天处理这些破草，正好能顺道摸清这儿的丹药底细。这打杂的活是真熬人，不过用来藏救最合适了。这飞云城的炼丹师真多，想靠炼丹暴富的散修一抓一大把。有炼丹，就有废丹，这产量可比青木宗里大多了。阿牛哥，我今儿去盗药渣，怎么瞧见街上有人卖黑乎乎烧焦的药丸？那玩意儿能吃？外城西边有个烂药巷，住的全是做梦都想成炼丹师的穷鬼半肚子，练废了舍不得扔，拿出来骗新来的厨，吃那玩意儿找死呢！烂药巷，别人眼里的垃圾堆，对我文武来说，那就是埋着金子的宝矿啊！运灵丹的废丹，这回算是有门路了。在青木阁打杂的日子，枯燥是真枯燥，但我心里乐意啊！足足熬了半个月，总算等到了头一个休沐日。改头换面，这叫基本操作。练息诀压5层压到3层，在这满大街都是神仙的飞云城，炼气3层的穷鬼最不起眼，谁吃饱了撑得来盯我？顺着阿牛指的方向，好家伙，这冲鼻子的焦糊味和怪味，烂药巷就是这儿了。瞧瞧这帮人，熬红了眼，烧焦了头发，做梦都想当炼丹大师，结果全被现实砸得头破血流。来看看啊，正宗的聚气散废丹，虽然焦了点，里面还有2成药力，为零售绝对划算。残破炉鼎大甩卖，只要10块下品零食。初级聚气散的废丹，白菜价我都不稀罕。我要找的是炼气中期用的运灵丹，这玩意儿极难炼，连废丹有是稀罕货。足足转了2个时辰，总算让我逮着了。烧成炭我也认得，这股子玉髓汁的味儿，绝错不了。运情丹废丹，稳住，不能漏底。老头，这堆黑炭怎么卖？这是运灵丹废丹，昨天刚炸的炉，虽然废了，火毒和药力猛得很，拿去提炼毒液喂铜虫最好。不单卖，连着这破炉鼎一起5块下品零食。5块下品零食，这老家伙穷疯了吧？在这破烂巷子，5块零食能买几十斤初级废丹，还强买强卖一个破铁疙呢。5块零食，我都能去正规药铺买颗成色最差的正品了。留着你的宝贝炉鼎自己慢慢熬吧。等等，3块，3块下品零食全给你。老朽我已经没钱买止血草了，再不治伤，这把老骨头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算我倒霉，刚好我养的黑腹蛤蟆需要点猛药。到手，撤，多绕几圈，可不能被人盯上。安全了，换衣服。可算熬到天黑了。唉，3块下品零食，就为了这3块零食，搁在青木宗，我得累死累活种1个半月的地。但是过了今晚，等我的灰葫芦吸足了月华，这堆黑炭全都会变成价值连城的极品运灵丹。1颗上品运灵丹，在正规商铺里最少也得卖20块下品零食。最要紧的是，有了这批丹药，我卡在炼气5层初期的修为，总算又能提升了。快点到子时吧。求求了，快点到子时吧。子时了，这帮家伙睡得死沉，呼噜打得震天响，正好方便我办事。摸到后院这间破柴房，屋顶塌了一半，月光刚好漏进来。这里的药渣味够冲，刚好能把丹药成型时的灵气边洞给盖住。老伙计，看你的了。这10几颗黑紫色射的运灵丹废丹全倒进去，吸吧，敞开了吸。这千丝万缕的月华被吸进去的场面，看多少遍都觉得心神荡漾啊。闲着也是闲着，看看这个当天头买来的破炉鼎，
真够沉的，起码有20-30斤。满身铁锈，肚子上还有这么大一条裂缝，哪怕比头发丝还细的裂缝也会炸炉。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铁。那瞎眼老头穷成那样，还随身带着他，真是执念太深。等等，这底子未免也太厚了吧？普通的初级炼丹炉为了受热均匀，底儿都很薄，这破铁疙瘩的底儿快占了1/3的重量了。不对劲，我拿灵力顺着裂缝探进去看看。有阻碍感，不是死铁那种堵，而是带点韧性的隔绝。里头有夹层。青色飞剑，出！千万不能弄出动静，不能催动剑气，就当把快刀用，顺着边缘缝隙一点点撬。吧嗒，开了。这厚底座还真是个盖子。这半寸见方的暗格里是块妖兽皮残片，边缘撕得乱七八糟的。这上面用暗红枝叶写的蝇头小浅是什么？控火诀。这居然是专门用来操控火焰的法门残卷。好家伙，教人怎么把狂暴的火系灵力抽丝剥茧化作绕指柔。虽然是炼丹师控火的手法，但我只有火球术这一张底牌啊，这对我简直是如虎添翼。要是学会了，我凝聚火球的时间能缩短，还能改变形态，威力绝对能再上一个大台阶。3块下品灵石，我真是捡到天大的漏了。那瞎眼老头抱着宝山当垃圾，全便宜我了。荧光暗了，提魂结束了，残皮先收好，开盖。没有焦糊味了，这药香浓的都化不开了。光是闻上一口，我这卡在炼气5层初期的灵力就开始躁动了。咕噜噜噜，12颗，圆润饱满，淡蓝色，像极了顶级的蓝宝石。12颗上品运灵丹，发财了！要是拿去正规商铺卖，至少值200多块下品灵石。但我疯了才去卖，这可是炼气中期突破瓶颈的神药，在飞云城有钱都买不着这种没杂质的上品货。赶紧装进白玉瓶里塞紧，这药香可千万不能漏出去半点。有了这批运仙刀，在这危机四伏的飞云城，我总算有底气了。炼气6层，指日可待。这破炉顶拼回去，扔垃圾堆吧。躺回这硬场床，听着这帮家伙的呼噜声，我得好好盘算盘算接下来的计划了。有了那些丹药和功法，我在飞云城的日子就成了2点一线。白天嘛，我还是那个老实巴交的杂役，劈柴切药我全包了，连那抠门的刘老头都破天荒夸了我一句勤快。可一到晚上，这破柴屋就是我秘密练功的地盘。上品丹药真不是盖的，药力比以前猛了10倍，灵气跟火龙似的在经脉里乱窜。要不是有阵盘挡着，前院早察觉了。就这么熬了3个月，吃了8颗丹药，我这老牛拉破车一样的身板总算爆发了。炼气6层，在飞云城外城，我也勉强算把好手了。更让我高兴的是这控火诀，他教的不是把火球弄大，而是压缩，穿甲火线，体积小，速度快，连点声都没，简直是偷袭暗杀的神技。本想着白天打工掩人耳目，晚上偷偷升级，安稳熬到炼气后期。可惜啊，飞云城这种烂地方哪来的安稳日子？妈呀！原来是黑狼帮的赵堂主，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每个月的利钱我们可是按时交了的。利钱？刘老头，明人不说暗话。你们青木宗在南域算个葱，但在飞云城连屁都不是。从今天起，这条街归我们管，利钱翻3倍，店里收的灵草按市价3成优先卖给我们。这不可能，市价3成，你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？我们背后也是有宗门的，你别欺人太甚。宗门撑腰，哈哈哈哈哈哈！
炼气8成顶峰，加上后面那4个喽啰，硬拼就是找死。我只能屏住呼吸，当块石头。只要他们一拥而上，青木阁今天就得平了。老东西，给脸不要脸！我只给你们3天时间，要么交出地契和灵草滚蛋，要么你们几口人就准备在城外当花肥吧。走！青木阁这避风港，算是彻底待不下去了。3天时间，宗门根本指望不上，留下来不是被宰就是当奴隶，看来得准备跑路了。既然要走，我也绝不空着手走。刘老头压榨我这么久，库房里那些好货，我笑纳了。飞云城这雨下得更大了，像要把外城这层泥垢全刮干净似的。刘老头挨了那一掌，伤了心脉，就算捡回条命，这辈子的修为也算彻底废了。阿牛哥，你这是干嘛？文兄弟，这地方真不能待了。黑狼帮杀人不眨眼，等他们来收铺子，咱们肯定得被抓去试药。我趁天黑翻墙走，回乡下种地，这些我不修了。路上小心，别走城门，去找那些走私凡人物资的商队混出去。兄弟保重。阿牛能回凡俗界，但我回不去了。见识过长生的风景，谁还甘心回去当个凡人？这铺子反正是保不住了。库房里那些准备运回宗门的好货，与其便宜那帮土匪，不如成全了我的修仙大道。门上那点初级预警阵法，遇到我的高温火针，根本就是个摆设。发财了，整整300多块下品灵石，还有100年赤精枝，难怪刘老头拼了命也不肯让步。这老家伙背着宗门贪了这么多好东西，前门肯定有眼线，走后巷更稳当。老四，你看，我就说这破铺子里肯定有耗子想趁乱开溜吧。小子，把储物袋扔过来，大爷我大发慈悲，给你留个全尸。今时不同往日，我连废话都懒得说，得速战速决。什么鬼东西？老四，妈呀！想走？炼气6层打炼气中级，只要抢占先机，就是单方面的屠杀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不再是什么底层灵农，也不是青木阁的杂役了。我是飞云城里一个毫无牵挂，只为长生而战的散修。飞云城这场大雨，一连下了3天3夜，这几天外城可乱成了一锅锅。听说青木宗内城的大佬发飙了，直接端了黑狼帮的一个堂口。不过嘛，这些事儿现在跟我没半毛钱关系了。我现在安安稳稳地躲在外城南区，这里3教9流什么人都有，简直是脱壳藏身的完美泥沼。那天晚上处理完尸体，我在臭水沟里硬生生泡了半个时辰，把身上的灵力标记和气味洗得一干二净，又弄了点易容散，贴了块假疤，装成个饱经风霜的中年散修。花了50块下品灵石，我从个贪财老头手里把这院子一口气租了3年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墙根下还埋了花重金买来的市井符，谁敢翻墙，我立马就能知道。哼，折腾到现在，总算有功夫清点一下那一晚的战利品了。青木阁的库房，足足320块，加上那2个倒霉蛋的和我自己攒的，480块下品灵石，现款。这还不算2把中品飞剑、盾牌和一堆符箓。哦对，还有这宝贝，100年赤精枝。呵呵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！刘老头要是知道他贪的灵石全归了我，估计能气得从地府爬上来。有钱归有钱，但我绝对不敢声张。在修仙界，没背景还敢露富，那是嫌命长。钱得变成实力，才算真安全。接下来的2个月，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败，白天死磕控火诀，练着穿甲妥线，晚上就用葫芦提纯废丹，死死盯着炼气7层的瓶颈冲。可这修仙的路，真是越往越后越难走。从6层到7层，那是中期到后期的分水岭，要的是灵力阵变。不行，这上品运灵丹再精准，也差了点冲击力。想突破，必须得弄到专门破阶的丹药，或者后期修士吃的培元丹。
可那种好货，烂药巷的垃圾堆里绝对翻不出来。茶馆永远是这城里消息跑得最快的地方。哎，听说了没？3年1次的地下黑市大拍，下个月初5要在内城的暗香楼办了。切，跟咱们有啥关系？那是大商会、大家族吃肉的地方。听说这次连筑基丹的边角料都有，咱们这帮苦哈哈连进门的验资底线都够不着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除了内场拍卖，外场还有连续3天的自由交易会。到时候别的城池的狠角色都会蒙面来摆摊儿，那里头的好东西，甚至是见不得光的黑货，只要你有零食，啥买不到。地下黑市大拍，外场自由交易会，正规铺子买不到好药，但这鱼龙混杂的黑市绝对是销赃和买偏门货的天堂。大家都会隐藏身份，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？离下个月初5还有20天，为了突破后期，为了长生，这一次我文武说不得要去那吃人不骨头的黑夜里好好闯一闯了。20天的时间转瞬即逝，这天入夜，我早早就做好了准备，用易容伞把我那张蜡黄脸的骨相彻底改了，又在坊市边缘花了10块下品灵石，买了这件能隔绝炼气期神识探查的格灵斗篷，还有这青铜面具。斗篷穿在身上沉甸甸的，但却能把我炼气6层的修为波动完全掩盖。在地下黑市，保护底细比什么都重要。此时，飞云城内城暗香楼的地下室，谁能想到入口居然藏在繁华花街的枯井下面？这2名黑甲守卫竟然散发着炼气9层的恐怖气息。规矩懂吧？验之入场，100块下品灵石或者等价的宝物。100块下品灵石的门槛，这足以把飞云城9×9的底层散修挡在门外。进去吧。外场交易会为期3天，禁止斗法，禁止强买强卖，违者死。门后的世界跟外面喧闹的花街截然不同，几百个白玉石台整整齐齐，没有叫卖，没有喧哗，所有人都在用极低的声音或者神识传音，气氛压抑，却透着让人疯狂的财富气息。这里绝对是高阶修士的销金窟。那把上品法器飞剑，标价竟然高达800块下品灵石，还有增加寿元的稀有灵果，沾着浓重血腥味的古怪法宝。我强忍震撼，专找摆丹药瓶的摊位。培元丹的废丹有吗？眼光不错，我这里刚好有一瓶炼丹大师炼制培元丹失败的残次品，虽然火毒深重，但毕竟是用百年碧草研烙的，药性极猛。一瓶8颗，50块下品灵石，拒绝还价。50块，这价格简直是在抢劫，但我心里简直要乐疯了。培元丹可是炼气后期冲击瓶颈的绝佳丹药，我要了。交易极其顺利，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，准备再逛一圈，没别的需要就立刻撤退。紧接着，一股微弱但极其清晰的灼热感透过里衣处传到了我皮肤上。4年了，自从我得到这灰葫芦，除了在月光下提纯丹药，它从来没对外界任何物品产生过哪怕一丝一毫的反应。摊主是个大汉，面前全是破烂，长满绿锈的青铜断剑，风化了一半的妖兽骨骼，不知名的黑石头。每当我的视线扫过一样东西，我就感受一下怀里葫芦的温度变化，最后视线锁定了一块只有半个巴掌大小、颜色枯黄的木片，像结死树藤，又像干树皮，连半点灵气波动都没有，就像从柴火堆里随手捡出来的。但当我盯着它看时，怀里葫芦的灼热感瞬间达到了顶峰。老板，这堆破铜烂铁怎么卖？这些都是我从一处上古修士洞府外围遗迹挖出来的，虽然灵性全失，但材质特殊，随便挑，一件30块下品灵石。30块？你怎么不去抢？一堆没灵气的废品也敢卖30块？我最多出10块灵石，买几件回去研究研究炼器材料。10块太少，20块下品灵石，这3件你全拿走。成交。怀里的葫芦还在微微发热，
仿佛一个饿极了的野兽，正发出迫不及待的渴望。我不知道这块木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但我知道，我的灰葫芦或许要迎来一次真正的蜕变了。离开暗香楼，我没敢直接回柳树胡同，在错综复杂的下水道和废弃的凡人贫民窟里，我足足绕了3个时辰，期间换了3套截然不同的伪装，甚至故意在一个散修炼气坊的后院里死蹲了半个时辰，确信身后连只苍蝇都没跟来，我这才在天亮前翻墙回了小院。墙根底下的市井符完好无损，没有任何被触动的痕迹。反锁好房门，开启隔绝阵盘，我整个人就像虚脱了一样靠在门板上。黑道里那种高压气氛，简直比在迷雾谷里直面妖兽还要让人窒息。但当我摸到怀里这依然发热的灰葫芦时，所有的疲惫瞬间一扫而空。那把生锈的断剑和黑石头被我随手拨到一边，我的目光死盯在那块半个巴掌大小、布满网状纹路的枯黄木片上。我把灰葫芦拿出来，缓缓靠近它，距离越近，葫芦表面的温度就越高。当俩玩意儿相距不到1寸时，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，没灵力biến动，也没刺眼的光，那块干瘪的木片居然像有生命一样，化作了一滩粘稠的枯黄色汁液，就这么顺着灰葫芦粗糙的外皮一点一滴全渗了进去。这短短几个呼吸，木片彻底消失，完全融入了葫芦里，表面还多了一道极其暗淡的枯黄色藤蔓纹理。以前摸着像冰冷的灰石头，现在居然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温润，仿佛有了微弱的生命脉动。能引起葫芦主动吞噬的，绝对是同本同源的上古神物。那木片十有八九是某种上古灵藤的残骸，只要是进化，就是天大的好事。现在该验证第2件战利品了。我倒出那瓶花了50块下品灵石买来的培元丹废丹，离天黑还有几个时辰，我开始闭目打坐，把体内的灵力调整到最巅峰的状态。夜幕降临，我把灰葫芦摆在窗前月光最盛的地方，扒开塞子，新出现的藤蔓纹理骤然亮起。这吸收月华的速度，以前是抽丝剥茧，现在简直是长鲸吸水。这么快，仅仅过了1炷香的时间。以前庭顺运星丹这种级别的废丹至少得1整夜，现在居然缩短到了1/10。这就是吞噬那块枯木后的蜕变吗？8颗没一丝杂质的丹药静静躺着，甚至还环绕着一圈淡淡的银色丹晕。极品培元丹，连修仙大家族的嫡系子弟突破都未必能敞开供应的极品灵药，成败在此一举。轰！丹药入腹的瞬间，一股前所未有的狂暴、精纯、浩瀚的灵力在丹都里轰然炸开，太猛了！哪怕早有心理准备，这极品培元丹的药力依然超出了我经脉承受的极限。剧烈的撕裂痛楚让我直哆嗦，皮肤表面瞬间渗出了一层细密的血珠。我拼着经脉寸断的危险，毫不犹豫地运转起残缺的控火诀，把它当炉火，用控火诀强行压缩，引导它们化作一股极其凝练的灵力洪流。1次、2次、3次，不知道冲击了多少次。我的意识甚至都开始模糊，七窍全流出了黑色的巨血。就在快坚持不住的那一刻，那道臂踵终于在双重挤压下彻底崩溃了。原本狭窄的经脉瞬间拓宽了3倍不止，丹田气旋疯狂旋转，原本气态的灵力居然凝聚出了几滴液态灵滴。炼气7层，炼气后期。我感受着体内那股浩瀚如海的恐怖灵力。现在的我，如果再遇到青木阁那个炼气8层的赵堂主，哪怕不用偷袭，我也敢与他正面硬刚，绝对能将他斩于剑下。4年多的隐忍，4年多的苟且偷生，从一个随时被淘汰的凡人灵农，到如今踏足炼气后期，总算真正跻身这飞云城中层战力之列了。炼气后期已成，但长生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我储物袋里可还躺着一株价值连城的100年赤荆枝，是时候谋划一下，该怎么把这件烫手山芋安全地转化为筑基期的资源了。突破后，我足足花了7天，才算把这股狂暴的灵力给驯服了。灵玄凝实了，
中心在这3滴液体蕴含的爆发力，顶得上我以前10个火球术。穿透力太惊人了，施法速度也比以前快了1倍。切口竟然烧成了琉璃晶体，现在的我对上那个姓赵的堂主，正面一招就能让他生死道消。但我得冷静，想冲炼气8层、9层，甚至筑基，还需要海量灵石和顶级功法。草木灵气太精纯了，屋里温度都跟着升了。百年赤晶枝，筑基丹药的辅料，对那帮卡在圆满期的老怪物有致命吸引力。这东西太烫手，我要是敢拿去外场摆摊，出门就得被那帮红颜散修撕碎了，搞不好还会引来筑基期的高手。只能通过官方途径脱手了。暗香楼的大拍信誉有保障，只要给够抽成，他们甚至会保护卖家。这次我故意漏了点火毒气息，实力强脾气差的老怪，这是我的新人设。亮出獠牙，在这儿比装孙子更管用。100块入场费。鉴宝阁，这里能隔绝一切神识探查，炼气9层顶峰，这鉴定师不简单。道友眼生得很，来鉴宝阁是要寄卖什么稀罕物件？看看。这是赤晶枝，看这年份和火候，起码有200年。200年？刘掌柜那个老狐狸连我都骗了，这分明是极品。哼，算你有点眼力，这东西够资格上那场大拍了吧？够，绝对够。道友，暗香楼愿出2000块下品灵石，直接买断，怎么样？2000块？我辛辛苦苦攒了4年才攒400多，这老头一张嘴就是2000。不对，买断价至少比成交价低30%。不卖，上拍卖会。好，寄卖抽成1成。道友希望换点什么？灵石还是以物易物？灵石我只要1半，另一半我要换一部顶级敛息功法，不仅要能藏修为，还得能隔绝筑基期的神识。另外，如果有筑基丹的边角料或者废丹，也可以可抵扣。没有强大的敛息功法，我迟早会暴露灰葫芦的秘密。顶级敛息功法罕见，但恰好有一部枯木逢春诀的残卷符合要求。至于筑基废丹，这等神物就看道友运气了。这是贵宾玉牌，3日后子时凭此牌入场天字号包厢。道友的赤晶枝，我们暗香阁接了。3日后我自会再来。3天的等待，比我在青木宗种3年地还漫长。我连院门都没出，全用来熟悉炼气7层的灵力，还有反复推演拍卖会上的逃生路线。第3天深夜子时，我拿着那面紫金令牌，顺利穿过了暗香楼的重重守卫。这次没在外场停留，跟着侍女顺着暗道直接上了2楼的天字3号包厢。包厢不大，但奢华到了极变，地心暖玉铺地，万年沉香木桌椅，连待客的灵果都是外面见不到的珠果。贵客，这面单向琉璃晶能让您看清下面的一切，但外面绝对探查不到里面。若要竞价，只需向这块传音玉石注入纹力即可。1楼密密麻麻坐了近1000个蒙面散修，2楼天字号包厢10个，地字号30个，这里头坐着的恐怕都是各大修仙家族和宗门的大人物。那天接待我的老头走上了台，但他此刻释放的气息让我瞳孔猛地一缩。筑基期，这老头那天隐藏了修为，这威压瞬间震慑住了全场。老朽暗香楼首席鉴定师穆真人，废话不多说，本次大拍现在开始。极品防御法器金光玄龟盾，底价800下品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少于50、900、1000。极品法器，我手里最好的飞剑才中品，开胃菜直接拍出了1300块的天价。我引以为傲的那400多块巨钱，在这儿连个零头都不上。接下来的半个时辰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，每件成交价都在2000灵石以上。我强迫自己冷静，我是来找功法的，不能被外物迷了眼。接下来这件拍品有些特殊，
上古敛息秘术残足，枯木逢春诀。这秘术练成后，能把气息完美模拟成一段死木，连筑基后期神识都难察觉。但是它是残卷，想强行修炼，除非本身是极其罕见的天灵根，或者炼化过某种上古木属性灵物做媒介，否则强行练只会经脉枯竭而死。天灵根，几百年不出一个，上古木属性灵物更是传说，这玩意儿简直是个鸡肋。但我坐在包厢里，心脏就像被重锤狠狠砸中，狂跳不止。上古木属性灵物，20天前，我的葫芦刚吞了一块疑似上古灵藤的残片，葫芦上还多出了一道怒黄藤蔓纹理。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完美的媒介吗？这残卷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底价500下品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少于50。竞拍开始。一片死寂，没人愿意花500灵石买个炼死自己的破烂。500灵石买回去给本少爷垫桌脚也算古董了。600。 700，天字号的朋友，一本残卷而已，何必跟我争？哼，我兜里只有400多块，但我有紫金令牌能掏支，为了保命的功法，这钱我出得起。1000，全场倒吸阳气，花1000灵石买个鸡肋，不是疯子就是钱多烧的。弟子包厢怂了，不再跟价。 1000下品灵石成交，恭喜天字3号包厢贵客。贵客，您的枯木逢春诀，这笔灵石将直接从您最后的拍卖所得里扣除。放下吧，门一关，我迫不及待地把神识探进去。这是门远超我认知的顶级秘术，有了它，我最大的破绽总算能补齐了。诸位，接下来的这件拍品是本次大拍的压轴重宝之一。老朽敢保证，所有炼气大圆满的道友，甚至筑基前辈，都会为之疯狂。200年火候极品补药，100年赤精汁。底价2000块下品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。2500、2800、4000。短短10几个呼吸就破了3000通关，1楼的散修全歇菜了，就看2楼包厢神仙打下。3500块，这株赤精枝我王家要了，还请诸位卖个面子。哼，王老怪，你那废柴孙子卡在炼气9层5年了，吃这神药也是浪费。4000块，4000块下品灵石，这巨款够在内城买个顶级洞府，或者养一支100人的炼气后期护卫队了。4500块成交，恭喜天字1号包厢。锤子一落，我感觉浑身力气都被抽干了。发财了，但也意味着极度的危险。刚结束我就捏碎玉石，侍女立刻把我带到了暗香楼最深处的密室。道友，这是您的扣除所得，赤精枝4500块，扣除1成抽成450块，再扣购买枯木诀的1000块，剩下的3050块下品灵石全在里面。为方便携带，老朽擅作主张，把其中3000块换成了30块中品灵石，算我们暗香牢结交道友的一点诚意。官方兑换比是1比100，但在黑市，1块往往能换110块甚至更多。30块中品，50块下品，1块不少。多谢，烦请安排条绝对安全的密道，我不希望有任何尾巴。这是随机传送阵，会把您传到外城30里内的任意枯井里。祝道友身道长青，随时欢迎再来。白光一闪，强烈的失重感传来，暗香楼彻底被抛在身后。等我再闻到外城这股泥土混着劣质灵药的味的时候，人已经在一条死胡同里了。我没敢直接回柳树胡同，足足绕了4个大圈，换了5套衣服。
最后甚至装成个挑粪的凡人老汉，才在黎明前溜回了院子。反锁好门，开启阵盘，瘫在床上，心脏到现在还在狂跳。30块中品灵石，顶级敛息秘术，这7年来的隐忍憋屈如履薄冰，今天终于得到了最丰厚的回报。但我知道，现在还不到彻底放松的时候。我拿出残卷玉简，探入神识，又把融入了枯木的灰葫芦捧在手心。老伙计，看你的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始顺着那晦涩的路线运转7层灵力。刚转一圈，一股要命的滞涩感和枯竭感直接袭来，生机就像被强行抽走。这就是强炼残卷的下场。就在我快撑不住时，葫芦震了，那道藤蔓纹理骤然亮起，一股极其精纯、古老、生机勃勃的木属性气息顺着掌心轰然涌进来。它瞬间中和了枯竭感，反客为主，带着我的灵力完美契合了功法轨迹。1圈、2圈，大抽天循环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第一缕阳光照进了屋里。要是有人用神识探查，我此刻绝对就是一段毫无生机的枯木，没灵力，没呼吸，连气血都被藏得死死的。我心念一动，气息开始随意变换。凡人，炼气1层，炼气3层，直到稳稳停在炼气4层，毫无破绽。哪怕是刚才那个筑基期的木真人站我面前，也休想看穿我炼气7层的真实修为。成了。手握灰葫芦，徘徊30多块中品灵石巨款，修为达到炼气后期，掌握了威力惊人的控火诀和完美的枯木逢春诀。从那个朝不保夕的底层灵农，到如今身家丰厚的炼气后期修士，这条凡人修仙路，我走得步步惊心，却也步步为营。看着天上那些筑基期修士的盾光，以前我心里只有敬畏和麻木，但现在我的眼神里只剩下平静和炽热的野心。飞云城困不住我了，这广阔无垠的南域修仙界，那高高在上的筑基期，甚至虚无缥缈的金丹大道，我文武来了。